2019年底，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十分不普通的事情。劳荣枝落网了。说起劳荣枝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就是这么轻飘飘的3个字，居然背负了7条血淋淋的生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美艳惊悚一生，希望大家不要低估恶人的伪装，也希望世界能够更加和谐。1974年，一个女婴诞生在了江西九江的一所普通医院里。随着时间过去，这个女婴也展露出了不一样的美丽外貌，成为了青春校园里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影子。当时她的学妹都表示，劳荣枝学姐长相漂亮，身材窈窕，学习成绩好，是校园里出名的美人儿。长大后的劳荣枝顺利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并在随后的一场婚礼上认识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法子英。法子英是当地有名的混混，人送外号法老七，敢打人，敢抢劫，无恶不作。或许是这种地痞流氓的气质吸引到了劳荣枝，也或许是法子英的挥金如土让劳荣枝心动了。两人一拍即合，自此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1996年6月21日，劳荣枝和法子英来到了距离九江不远的南昌境内，打算通过抢劫来维持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首先将目标放在了最近歌舞厅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叫做熊起义的有钱男人。于是劳荣枝开始对熊起义大送秋波，通过美人计将这个可怜又无知的男人给骗到了临时租住的出租屋中。当熊起义踏进门槛的那一刻，法子英就持尖刀逼住熊起义，后用皮条绳索将其捆绑，随后从熊起义身上抢走首饰、手表等物。在逼迫熊起义说出家庭住址后，残忍的法子英与劳荣枝二人更是直接用铁丝和绳子将熊起义死了。紧接着，法子英根据熊起义所说的地址来到了死者家601室门外，掏出钥匙从容打开房门。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熊起义的妻子和他3岁的女儿都在家。见到眼前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熊妻和女儿都吓了一跳。在恶魔法子英的威胁下，熊妻将家里的20多万现金全都拿了出来。但残忍的是，法子英得到钱财后仍不满足，不顾熊妻和小女孩的苦苦哀求，将他们残害。并且当天夜里，劳荣枝与法子英还在熊家若无其事地睡了一晚。1997年10月10日，法子英、劳荣枝二人血洗熊家后，又逃窜至浙江省温州市。这次他们把目标放在了一名叫做梁小春的年轻女子身上。10月10日，法子英和劳荣枝两人携带一把尖刀来到梁的住处，随后手持尖刀洗劫了梁小春，并逼迫梁骗来一个有钱人来供其抢劫。梁小春战战巍巍地打电话给一名叫做刘素清的女子。刘素清不疑有疑，欣然到达，却不知等待他面前的是一条死路。法子英逼迫刘素清交出现金1000余元、2.5万元存折后，用电线将刘的手脚捆绑，并在得手后用皮带电线将梁小子逃之夭夭了。1年不到的时间里，死在这俩人手下的冤魂就多达5条，可以说是丧心病狂了。但这俩人却依旧没有收手的迹象，并于2年后的一日再次犯案。1999年7月22日，此时的法劳两人已经将之前抢劫所得的金额都挥霍一空了。为了维持日常开销，他们决定再来一次仙人跳。而这次和往常一样，他们把目标放在了时常来歌舞厅消费的35岁的电器公司经理殷建华身上。殷建华出手大方，抽得好烟，喝得好酒，一看就是有钱的肥羊。因此劳荣枝和法子英商量之下就决定出手了。不过和往日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作案的工具更加多样化。首先，法子英来到白水坝电焊门市部，以关狗为名花了150元定制了一个特别的钢筋笼。随后下午，劳荣枝也出门花150元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台旧冰柜，放在铁笼边。别看这小小的冰柜和铁笼，他锁住的可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当天下午，劳荣枝诱骗殷建华至其租房处，一进门，法子英就手持尖刀逼住殷建华，将其捆住手脚，锁进铁笼。最后，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就在铁笼外威胁起了殷建华，自称是绑匪，并催促受害人尽快交出钱财。
可殷建华毕竟是在生意场上经历多了的人，面对法子英和劳荣枝的威胁，他还是不太相信，保持着镇定。法子英为了让殷建华彻底的臣服在恐惧之下，于是以有木工活要做为名，将小木匠陆中明骗至其租房内杀害，想威慑殷建华。殷建华这才明白，眼前的这两个的确是可怕的杀人犯，崩溃之下连连求饶，答应法子英只要不伤害自己，愿意给二人20万元。可法子英并没吱声，殷建华只能哆哆嗦嗦的把赎金的价格抬到30万。当晚9点左右，法子英命令殷建华打电话给其妻，并约好在合肥市长江饭店交赎金。法子英携带字条前去收钱，但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应约。次日上午10点左右，法子英决定直接到殷建华家里拿钱。临走前，法子英告诉劳荣枝，我如果12点钟不回来就被抓起来了，你就给我报仇。随后法子英淡定地携带自制手枪及字条来到殷家，索要赎金。殷建华的妻子面对胆大上门的法子英，十分恐惧害怕，以家里暂时没有这么多现金为理由拖延住法子英，并表示要出门筹钱，让其在家中等待。随后偷偷向警方报了警，也不知道是法子英太过自信，亦或者是笃定了女人不敢报警，他居然就这么在家里等着。直到警察来到楼下，他还是淡定自若的样子，甚至和警察聊起了生命的意义。当然，这个杀人魔最后还是被绳之以法了。法子英的漏网并没有让他感到慌乱，无论警方怎么查问，他都不告诉警方受害人的下落。直到7月27日晚，有人向警方报案，附近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恶臭，警方才找到了失踪已久的殷建华，而帮凶劳荣枝也早已逃之夭夭，不知所踪了。这么一逃就是20年过去了，7000多个日日夜夜，这劳荣枝就这么隐藏在茫茫人海中，直到19年年底，他才在厦门的一家商场被当场抓获。届时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男友，成为了许多中年男子心目中的女神，过着精致又平静的生活，锻炼健身，似乎将多年前犯下的血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道彻底化身为一个普通人的劳荣枝，在夜深人静时是否会想起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不过最让人感到困惑和恐惧的是，劳荣枝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竟然露出奇怪的笑容。有人说这是他如释重负的表现，也有人说这代表着他对执法机构的蔑视。究竟这笑容意味着什么？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最后，希望大家不要低估恶人的伪装，要保护好自己，也希望世界能够更加和谐。